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风故事。1988年正月，新年伊始，陕西某派出所走进了两拨人，一拨人是家属，另外一拨人是某企业负责人，报的是同一起失踪案。警察同志，我妻子失踪了，你们一定要帮我找找。报案的人叫卢浩文，据他所说，妻子刘艳已经失踪3天了。3天前，刘艳回娘家探亲，这期间她一个人前往医院做孕检，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由于妻子一直没有回家，卢浩文也回了一趟娘家。他跟岳父岳母一核对，这才意识到妻子失踪了。卢浩文跟岳父岳母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，一无所获。令人奇怪的是，如果是离家出走，总要带上1、2件行李，刘艳却什么都没带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就这样毫无征兆、悄无声息地失踪了。卢浩文猜测，妻子很有可能遇害了。警方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，介入了其中。经查，了解到卢浩文、刘艳两人的基本身家背景。卢浩文出身书香门第，父母都是高等知识分手，在父母的悉心培养下，考上了陕西某体校。他擅长游泳，曾在学校获得过单人游泳冠军，长得也是一表人才，颇为欢迎。他跟刘艳相识于高中时代，刘艳家境一般，但是人长得漂亮，大眼睛，樱桃嘴，高鼻梁，笑起来时有2个浅浅的梨窝。而且刘艳身材高挑，双腿笔直，在校内是小有名气的校花，身边总是围绕很多追求者。卢浩文见到对方的第一眼，就对她非常喜欢，从而展开了追求。卢浩文对于刘艳非常大方，从来不吝啬花钱，只要是刘艳看上的、喜欢的，他都会买给对方，对刘艳非常好。刘艳也很喜欢他，两人恋爱7年，期间也爆发过一些小矛盾，但是情感一直很深厚，终于在1987年走进了婚姻殿堂。其实刘艳的家里人对于这段感情是不太看好的，虽然卢浩文一直表现不错，可是两人差距毕竟摆在那里，他们也不想女儿嫁过去被看不起。但是刘艳却很坚持，还说非她不嫁。刘艳父母听着卢浩文的保证，最终也同意了这门婚事。只不过看着离开的女儿，他们的心里却始终无法安定，总觉得要出事情。不过丈夫却安慰她是她多想了，让她淡定一点。刘母哀叹一声，最终还是回去了。之后刘艳也会经常打电话回来，但是在电话中语气都不太好。父母询问发生了什么，刘艳又不肯说，他们也猜不到。不过很大一种可能就是两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。刘艳父母也知道女儿有些任性，于是一直劝说刘艳不要太过分，对于卢浩文好一些。刘艳也是连忙答应，但是两人的具体生活是怎样的，父母却不得而知。只不过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新婚不到1年就出了这桩事。从刘艳娘家到医院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，这2个小时可以发生很多事。由于没有监控设备，警方一一走访了各大医院，只发现了一个线索：失踪前1个月，刘艳就做过1次产检，近期并无产检记录。从这些推断，刘艳并没有前往医院产检，或许在产检的路上突然失踪。警方排查了所有的蛛丝马迹，每一条线索都进入了死胡同。刘艳的失踪好像成了一桩悬案，所有人都不知道刘艳究竟去了哪里，又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警方调查期间，卢浩文和岳父岳母
也没有放弃寻找。卢浩文四处奔走，张贴寻人启事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上岳父岳母家询问刘燕有没有回家，也会去警局询问有没有最新线索。对于刘燕似乎很是担心，警方看了也是于心不忍，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劝说。在他们看来，卢浩文对刘燕情根深重，即便他已经失踪，卢浩文还是无法忘怀。因为卢浩文的频繁到访，刘燕失踪一事很快就传开了，也传出了不少的流言蜚语。流传最多的便是跟人私奔。卢浩文一听颇为气愤，然而却又不知该如何反驳。此前刘燕就曾跟人牵扯不清，当时事情闹得比较大，不过刘燕一直解释只是朋友，卢浩文也表示了相信，而且在街坊邻居问起来时，还会主动跟他们解释，说刘燕是一个好女孩，不会做那样的事情。但是大家根本不相信，如今刘燕失踪，一定是跟别人跑了。各种猜测和谣言让卢浩文难以接受。然而随着时间的延长，岳父岳母也开始慢慢接受女儿失踪一事。回想起女儿失踪前的种种，确实也有一些异常。失踪前，女儿精神状态不是很稳定，总是自言自语，还曾表示不想生孩子。当时夫妇两人只是认为女儿过于忧心，并没有过多在意。失踪后，他们怀疑女儿可能患上了抑郁症，外出孕检时刚好发病了，一直在外流浪。各方猜疑种种，却又没有真凭实据，而且刘燕也一直没有出现。在所有人看来，刘燕可能已经出事了，但只要没有见到尸体，刘燕的家人一直没有放弃。转眼就过了11年，这11年早已物是人非，卢浩文也已再婚生子，已经时间过去了太久。卢浩文也曾表现过神情，因此对于他的再婚，岳父母并没有阻止，街坊邻居更是没什么说的，觉得他已经尽到了丈夫的本分。而刘燕那里，亲戚朋友也都慢慢淡忘此事。就在每个人都已接受刘燕失踪一事时，她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现了，还牵涉了一桩大案子。1999年，陕西某城区拆迁，施工队大刀阔斧拆除了一栋又一栋的建筑物。某天，施工队走进了一栋老宅，据说住在这里的曾经是一对夫妻，男的还是名牌大学生，但不知为何妻子跟人跑了。男主人在老宅住了几年，没能等回妻子，不愿睹物思人，便搬走了。所有的家具也都留了下来，这些家具都是结婚时专门打造的婚嫁品，过了10余年依旧如新。工人们便将这些家具搬了出去。张师傅注意到角落里面的黑漆橱柜，光看雕漆面就知道价值不菲。几个人合力准备将橱柜抬出去，然而橱柜太重，根本挪不动。张师傅准备将橱柜清空，拉开一个个柜门，却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。这气味不像是灰尘气味，总是有种说不出的怪。张师傅眉头一皱，拉开最大的一个柜门，他低头一看，借着昏暗的灯光，发现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呈长条形，顶端为圆形，尾端又很小。张师傅随手捡了一根木棍，戳了几下，一个圆滚滚的东西折断，哐的一声砸在地面上。张师傅疑惑地将它拖住，越看越奇怪。站在一旁的工人脸色骤变，登时瞪大了双眼，连连后退，嘴唇哆嗦。这是尸体。张师傅听到尸体2字时，心中一沉，他又看了一眼，吓得失声尖叫。他们哪里敢继续逗留，个个都慌不择路，直到跑出来后才镇定下来。
虽然他们见多识广，然而这种事情却是第一次见，所有人都慌了。过了一会儿才报警，警方接到报警后也觉得不可思议，迅速赶到了现场。经鉴定，橱柜的骨架确实为人体骨骼，尸体已经风干，死亡的时间应该是10年到15年之间。由于被人为处理过，具体时间难以推算。警方排查了前房主，发现住在这里的人叫卢浩文。巧合的是，卢浩文的妻子已失踪了11年之久。此时的卢浩文已经再婚，妻子是大家闺秀，温柔贤惠，两人生有一女。他怕女儿踢被子，每晚都会帮她捏被子。外人眼中，卢浩文是好丈夫、好爸爸，但也是杀妻凶手。警方对于卢浩文和刘艳的事情有些印象，很快就对尸体进行了检查，发现那正是失踪已久的刘艳，而这一切都和卢浩文分不开。刘艳的父母得知此事，悲痛不已，没想到真相竟然会是这样，他们难以接受。面对警方的来访，卢浩文并不意外，并没有过多的反抗，老老实实跟着警方归案，交代了一切。11年前，卢浩文跟刘艳也是外人眼中的金童玉女，然而两人的婚姻早已经千疮百孔。卢浩文、刘艳在高中时就已相恋，但两人并没有一同考上大学。刘艳落榜后参加了工作，两人也因此慢慢产生了分歧。刘艳疑心较重，面对什么都比她优秀的卢浩文，自然担心他另有新欢。她便利用假期时间探望卢浩文，每次看到他跟女生走得很近，她都会非常生气，在学校闹了许多次。婚后，两人也是矛盾不断。1988年，刘艳做了一次孕检，发现已经怀孕，但刘艳怕生完孩子身材走形，偷偷打掉了孩子。这件事被卢浩文发现了。卢浩文较重视家庭，而且两人感情出现了裂痕。他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孩子弥补这一切，但所有的希望都被他毁掉了。因为此事，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失去理智的卢浩文一气之下掐住了他的脖子，最终致其死亡。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卢浩文对尸体进行了处理，然而骨架并不好处理，他便将尸骨放在的橱柜中，连他都没料到，这一放就是11年。这11年，他无时无刻不再承受着杀妻的巨大心理压力。结婚生女后，他更加担心会暴露。他无数次想除掉尸骨，可每次靠近都没有底气处理尸体。最终案发，从他的作案手段来看，可以说是极端残忍。根据刑法规定，故意杀人的，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从刑量来看，应该是死刑。卢浩文、刘艳两人学历、家境、三观多有不合，婚后又缺乏沟通，最终酿成了这起悲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